眼前这位容颜姣好、穿着小短裙的美女会计，在宾馆开房时惨遭毒手，身体被分解成数块，碎肉冲进下水道，大腿骨和头颅更是被混进菜市场的猪肉摊当中。怎样的仇恨能够驱使凶手如此残忍？本以为是情杀，可事件经过多重反转，背后的真相却让人意想不到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广州4星宾馆碎尸案。2014年5月3日，广州4星宾馆的保洁人员张阿姨像往常一样上班打扫房间卫生。当打扫到316房间的时候，她一进入房间就发现里面非常的干净整洁。她还高兴地以为这个客人的素质真高，临走前居然打扫了一遍。等她美滋滋地按照程序打扫厕所的时候，打开卫生间的门，便被一股怪臭味熏得差点把隔夜饭都吐了出来。卫生间排水孔里的水已经满出来了，里面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张阿姨的心情一下子跌入了谷底。不过张阿姨心想，没办法，谁叫自己是吃这口饭的，只能找来一把夹子准备疏通一下排水道。估计张阿姨打死都不会想到，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噩梦就此诞生。刚开始她以为是一些女性头发把排水道给堵住了，但是掏出来的东西却让她毛骨悚然，一堆黄色的不明物体，这东西看起来像极了动物身上的肥油，而且还散发着阵阵腥臭味。那东西呀，又腥又臭，我真想吐。看来看去又不是生狗的呀。张阿姨内心涌起强烈的不寻常感觉，越想越害怕的她连忙跑去叫前台工作的小妹报了警。警方接到报案后，火速赶到了酒店进行调查。经过现场勘查，证实了卫生间出现的那坨黄色脂肪是来自人体，但不确定性别。警察第一时间联系了法医，并封锁了宾馆。同一时间，民警在走廊尽头的垃圾桶里找到一个可疑的黄色塑料袋。法医赶到现场后，通过化验判定出以上的人体组织均来自女性。随后他将这些残肢进行了拼接，但是奇怪的是，没有找到遇害者的头颅和大腿骨。因为案发现场被处理得很干净，所以找不出太多有用的线索。随后警方通过前台翻查了316房间登记的入住信息，发现在4月30号当天办理登记入住的是一位名叫杨慕晴的女子，时年28岁。通过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，杨慕晴是在当晚9点12分入住的，可刚进房间不久，9点21分，她便穿着拖鞋再次来到宾馆前台，向工作人员索要了一份洗漱用品。可以看出，住房间的并不止她一人。直到晚上9点33分，杨慕晴回到自己房间后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随后警方联系到了杨慕晴的家人了解情况，确定了此时的杨慕晴已失踪。通过采取杨慕晴家人的基因进行比对，确认了死者就是杨慕晴。可他究竟得罪了谁，竟会被这般残忍的分尸？凶手会是谁呢？杨慕晴开的是大床房，也就是说他是在等人一起充电的，而且这个人和他关系绝对不一般。警方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监控上，果然杨慕晴进入房间大概20分钟后，监控画面上出现了一名身穿紫色上衣、戴着帽子和口罩的男子，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直接上了楼，进入了杨慕晴的房间。而在接下来的3天里，男人在不同时间段来到酒店，每次离开时手里都会提着袋子。由于当时正值5一黄金周，入住的客人较多，前台并没有询问该男子。5月3日，男子代替杨慕晴办理了退房手续，接着提着一个包和一根被红布包裹的棍状物离开了宾馆。男子手中的袋子正是杨慕晴办理入住那天手中提的，警方怀疑此人就是杀人凶手。他多次进出酒店就是为了运走尸体碎块，而他最后离开时手提包里装着的很有可能就是杨慕晴的头颅，而手里那个棍状物应该就是杨慕晴的大腿骨。警察立即展开了对这名男子的追捕。民警查看宾馆附近接到的所有监控，该男子拿着装有人体组织的袋子走向了附近的菜市场，可以看出此人心理素质非常强。当他走出菜市场时，手里之前拿着的棍状物已不见踪影。很明显，他把这根棍状物丢弃在了菜市场。如果这根棍状物就是杨慕晴的大腿骨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警方一脸凝重，赶忙去了菜市场进行搜查。
万幸的是，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，最终在一个猪肉铺的垃圾桶里找到了这根棍状物。经法医确认，这就是杨慕晴的腿骨。法医经过观察尸体碎片，发现凶手是按照肌肉的纹理切割分尸的，这是非常专业的手法。因此，法医推断凶手的职业不是医生就是屠夫，而该男子选择进入菜市场处理尸块，屠夫的可能性非常大。那么，杨慕晴跟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警方立马对杨慕晴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。据了解，杨慕晴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但丈夫在1年前因为一起交通事故而不幸去世。她的职业和家庭状况都没有异常，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子。她生前在一个国营单位做会计，属于中上等收入群体。在对杨慕晴人际关系的排查中，并没有符合条件的男子。这时，另一组在菜市场附近调查的民警传来了消息，他们从电动车搭客师傅的口中得知了该男子的去向。因为师傅对这个男子的印象非常深刻，男子要求送他到兴丰村，可还没有完全到达目的地，这个男子就下了车，还给了100块的车费，异常的大方。这个村庄旁边有一个大型垃圾掩埋场，警方推断他应该是去那里处理死者头颅的。于是，警察在兴丰村附近展开了地毯式搜查，很快就在一家民宿中发现了男子的踪迹。抓捕的过程很顺利，男人并没有预料到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被查出来了，还没缓过神就被警方给带走了。随着警方的审讯，一场惊天的谋杀案也随之浮出了水面。男人名叫张健，35岁，曾经因为一场交通事故蹲过牢房，出狱以后一直在某私人猪肉屠宰场当屠夫。警方问他为什么要杀害杨慕晴，他的回答让人意外：我只是收钱帮别人干活而已，那个女的我不认识。我平常杀猪杀惯了吧，我觉得分开处理会好一点。然而当警方问雇主是谁时，张某却是什么都不肯说。警方在对张某的调查过程中，惊讶地发现，当年张某开车撞死的人竟然是杨慕晴的老公。警方不禁疑惑，这姓张的难道跟这夫妻俩有什么深仇大恨？难道是他跟杨慕晴有一腿？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，张某也终于吐露实情，他竟然是个杀手。那个女人给钱我，让我杀她老公的。当年杨慕晴丈夫的那起交通事故确实不是意外，而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，张某就是那个执行者。据张健交代，杨慕晴给了他30万，让他制造一场意外，杀害了她的丈夫。可如今杀手为什么杀掉曾经的雇主？警方通过追踪给张健汇款人的信息，发现幕后真凶竟是一个名叫贺强的机关工作人员。警方随后逮捕了这名所谓的机关领导。据贺强交代，在几年前的一次饭局上，他看上了少妇杨慕晴，不久他俩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不巧的是，由于保密工作没做好，俩人的丑事被杨慕晴的丈夫发现了。刚开始杨慕晴想离婚，但丈夫死活不同意，并打算把他们的事情曝光。杨慕晴哪顶得住这样的压力，她马上就向贺强求助。心肠歹毒的贺强就提出了买凶杀人的办法，于是贺强给了杨慕晴30万，雇了张健制造了一场车祸，杨慕晴的丈夫当场死亡。就在她的丈夫死后，杨慕晴开始疯狂地想要上位，于是杨慕晴就逼着贺强跟原配离婚。但贺强总是敷衍了事，杨慕晴便开始威胁起贺强，如果不跟他结婚，他就把贺强给他出主意杀害自己丈夫的事给抖出去。估计他低估了这个威胁的杀伤力，贺强为了保住官位，唯恐事情败露，只好选择送走杨慕晴。1年之后，张健再次被雇佣，只是这次的清理对象变成了之前的雇主杨慕晴，这真是多情不义必自毙。整件事最无辜的还是杨慕晴的丈夫，明明自己是被绿的那个，又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妻子和情妇的毒手之下。而杨慕晴背叛婚姻本就不对，作为买凶杀害丈夫的主谋，又被情夫买凶杀害，那真是害人害己。对于这个案件，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麻烦各位朋友帮忙点个赞加个关注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